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经济学家过去5年对经济预测反复出现重大失误，主要包括低估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复苏、高估通胀上升的可能性，以及过早预测经济衰退。让我们关注，当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得的价值达到极限，企业领导者往往担忧，但实际上消费者可能只是像交易者一样寻找其他有利可图的领域。虽然支出减少可能是经济令人担忧的迹象，但重要的是在恐慌之前进行更广泛的观察。消费者可能只是从廉价快餐店转向服务更好的餐厅或其他休闲活动，这可能反映了消费习惯的转变，而不是经济衰退的征兆。接下来，美国空军授予波音 25.6 亿美元合同，用于2架 E-7A-AW 与 C 预警机。合同包括美国 E-7A 机队的生命周期开发、培训和支持。让我们关注，特斯拉已停止接受售价61000美元的 Cybertruck 最低价车型订单，而10万美元版本可立即订购，并将于本月开始交货。下面这条，拉斯维加斯举办网络投票平台安全测试，参会黑客试图找出该平台的数字漏洞，为下一代选举系统提供安全性保障。下一条，人工智能代码助手开发商 Anysphere 获6000万美元 A 轮融资，估值达到4亿美元。本轮融资由 Andreessen Horowitz 和 Thrive Capital 共同领投， Stripe 联合创始人兼 CEO Patrick Collison 也参与了投资。下一条，7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疲软，引发部分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失业率上升至 4.3%， 引发了萨姆衰退指标。不过，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池增加导致官方数据高估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程度，经济衰退尚未开始。下一条，摩根大通撤销对俄罗斯富国银行的诉讼，因富国银行强迫其撤诉，2家银行因 4.395 亿美元账户冻结而争执不下。富国银行还可能在俄罗斯冻结摩根大通的资产。下面这条，普罗士维特资本公司捍卫其20年业绩，驳斥了对公司频繁使用允许借款人以债务支付利息和依赖个人投资者进行融资的批评。下一条，花旗集团财富管理部门已启动信托管理和信托服务业务出售流程，这是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为改善银行业绩、削减成本和精简业务而进行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下面这条，巴西一架飞机失事，造成61人死亡，包括57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飞机在圣保罗州坠毁，救援人员在雨中从现场回收首批遗体，黑匣子已被发现。初步调查显示，飞机在坠毁前呈垂直俯冲状态，尚未确定确切原因，但结冰可能是潜在原因之一。让我们关注，美国 FDA 拒绝批准 MDMA 治疗 PTSD， 要求进行额外研究。FDA 认为 Lykos 公司提交的数据存在局限性，无法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Lykos 公司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认为这将令 PTSD 患者面临更多的治疗困难。下面这条，沃伦·巴菲特已连续7个季度净卖出股票，但选择性买入了石油和天然气股西方石油。下一条，若标普500指数跌破其200日均线，美银警告经济可能硬着陆，如果跌破该阈值，美银称可能修正 10%。 半导体和大科技等关键行业必须守住支撑位，以避免进一步下跌。最后一条是，沃伦·巴菲特称保险业非常诱人，有人给你钱，你给他们一张小纸条，保险公司在人们缴纳保费时预先获得收益，而这笔钱可能要到以后才能用于真正的成本理赔。巴菲特指出，保险看起来永远比实际容易，关键在于准确评估风险和定价政策。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